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，我是以赖。要去慧眼家煮饭了，来石城渔港买鱼。今天有抓到一尾很大的黄鳍尾，这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。还有活的油带鱼，这个尺寸刚好，肉质非常细致。黄鳍尾也现场放血，这个太大了，我没办法。捞鱼的时候，船长回报有抓到石雕，这个是高价鱼种，所以他们弄了一桶海水，活体带回来，这差不多都超过2公斤。之前在光荣定制网拍的石雕影片，有些人留言说是养殖的，这个是野生的，有时候捕到多一点，就放在海水舱里暂时养着，让买的人可以现场做活地。野生的石雕嘴巴都很白，要钻进岩石的细缝里吃东西。通常养殖的不会养到这么大，养太大风险高，换肉率不划算。鱼血跟神经都用盐水灌一次。我今天买了2尾，另一尾是昨天捞到养在水池里的。今年运气不错，买到3次野生石雕。他们会吃定制网上的藤壶，所以东北季风起的时候就会来报道。回到家接着处理，你看这个石雕肌肉还会抖动，冰了2个多钟头，鱼都还没进入僵直期，全身都充满弹性。这个时候直接吃就合乎一般人所谓的好新鲜哦的标准，但是要把鱼肉切得非常薄才嚼得动。这时候的鱼肉就是橡皮筋，尤其是这种大尾的白身鱼。事到如今还是有很多人觉得鱼肉放一下再吃是噱头，生鱼片就应该吃活生生的。其实那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吃过刚死的鱼肉，更精准的说呢是脑死了但肌肉还活着的鱼肉。那如果你吃到的生鱼片口感不像橡皮筋，通常都是放过一阵子的，放在船上啊，放在车上，放在冰箱，反正不会是现杀的。不过红肉鱼的话呢，口感落差不明显，但是强烈的血味跟酸味还是要经过熟成才会减少，油脂感跟甜味才能强化出来。那鲷鱼这种白肉鱼，生食大多是吃甜味跟弹性的，但石鲷可以把自己吃得很胖，脂肪会存进鱼肉的肌理间，不熟成久一点，生吃会很硬。很多人觉得脂肪应该是软的，就像鲑鱼的白色脂肪那样，但是我的经验是呢，很肥的鱼腹部通常都很硬，有的硬到吃起来不像鱼肉，要熟成之后才比较好吃，所以越肥的鱼通常可以熟得越久。这个内脏里面有很多肥油，把肠胃都包起来了，可能把我切开也是长这样吧。我把肥油切下来拿去炼油炒菜，纯天然的鱼油。本集影片由阿力哥哥澎湖水产独家赞助播出。好东西耶，红瓜子耶，阿力哥哥寄来的第2尾。哦，你看这个应该猜出来这是什么了吧？这个是澎湖寄来的红瓜子石斑，这一尾1.8公斤，这个是我拿过最大的红瓜子。中文正式名称是宋氏9次翼，有的人说翼这个字应该念鳍，那念翼指的是鱼的名字，念鳍指的是腌制过的鱼肉酱。不过现在大部分指的是日本的汉字，念苏喜。这尾鱼是昨天早上从澎湖出发的，现在鱼体还是硬邦邦的，好东西来的啊！石斑鱼俗名叫瓜子的，我吃了3种，蓝瓜、红瓜、白瓜，只差黑瓜子还没有买到过。曾经有3次有人想寄给我，我都刚好有事没办法要。瓜子斑这种俗名是来自港澳一带，台湾原本没有这种叫法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传过来的，但名字很好记，跟外观也十分贴切，所以我都这么叫，方便区分嘛。这个就是它的最后一餐，青鱼头，鱼钩还卡在胃里。这个鱼钩好大一根，鱼线超粗的。这种在胃里的鱼钩啊，沾到消化到一半的鱼肉，吃到手的话风险极高，建议要戴手套拔。这尾红瓜子偏瘦，没什么油脂，
刚好呢，这是完全不同的口感。石斑鱼类的鱼肉都很紧致，比石雕更紧弹，肉质看起来相似，吃起来香气完全不同。今天任何一种呢都能当主打，这一次的会员算是赚到了。我本来是想要跨把跟随便一尾石斑就好，结果居然有红瓜子，完全出乎意料。这尾是刺网捕捞的跨把，身上有明显的网痕，这个大概5公斤重。那我要做熟食，腌制好冷冻起来分送亲朋好友，没有人会不喜欢。油脂分布在白色的鱼肉里，漂亮啊！我刚刚放过血了，脊椎下这2个孔是血管，一条动脉，一条静脉，比较大的鱼看得更清楚。为了吃起来更爽，我都会精修一轮，把鱼刺都弄掉，切成方便料理的大小。切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它的肉质很细，鱼肉弄不好呢容易散。肉块虽然看起来不大，但成本很高。阿力哥哥澎湖水产是我的频道会员，他经常会寄各种好东西给我。他卖鱼是在 FB 上直播，有兴趣的可以上去看看，都是好东西。用保鲜膜轻压，把酱料固定覆盖在肉上，这样子更容易入味。活动前一天要来分切鱼肉，这个石鲷鱼熟成了14天，我其实不是刻意要搞那么久的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想说熟成是越久越好吃。我是因为那一天看到活石鲷，觉得不买很可惜。我现在设备跟经验都足够了，有把握能弄好，就买来给会员吃看看。果然在那一天之后呢，就没有再捕到活石鲷了。所以这都是缘分的。那这一种为了别人准备的鱼呢，熟成多久通常不是刻意为之，是机缘巧合决定的。我自己吃的鱼熟成多久，则是看我什么时候有空，通常只有一个大方向。但如果说一定要放多久才会怎么样的这种说法呢，是在抓小朋友啦。这个红瓜子是买到石雕后7天到手的，所以就是熟成7天。虽然7天呢，肉质依然紧弹，切割的过程中刀身几乎没有肉屑。刀尖刺进鳍边的阻力很强，代表这个鳍边有很厚的脂肪。接近骨头的地方有一些筋膜跟油脂，这个很影响口感，做生食要修掉。但是如果做熟食的话，这个部分蛮好吃的。这个骨边肉有油有胶质，熟食很棒。这次因为是做给会员的，所以我整尾熟。大家如果有机会拿到大的红瓜子，我建议你当天直接吃掉一半，煮火锅啊或炒鱼球，清蒸也可以。石斑鱼的熟食不熟成比较好。另外一半鱼肉带着骨头包起来熟5天，做生鱼片吃。但是你设备要足够好，不然鱼切开再熟成很容易失败。你看这个精修的手感，石斑鱼肉是很紧的，很有弹性的。这个黑黑的不知道是什么小可爱，挑出来丢掉就好。很多人会一直留言问我要如何避免寄生虫。寄生虫就无法避免，就只有仔细检查或是把它搅烂。野生动物身上有各种形态的寄生物，但养殖的几率就会低很多。可以透过过滤水源杀菌，海养的话还可以投药嘛。怕的话就是吃养殖的就好了。这尾是火烧干，昨天拿到的。这个鱼肉很软，几乎不需要熟成。用这尾鱼是因为其他2种生鱼片的肉质都偏硬，口感太过一致，应该要跳一下。然后去完会员家就要直接去高雄拍摄了，所以又跑了一趟鱼市场找鱼。最近都没有大红干，只有咪咪干，刚好买到这个升级版的，就用这个。这个懂的人就懂啊，一点都不好吃，
还卖得很贵哦。活动当天把鱼肉包好带来，这一块是自己做的乌鱼子，我野生的自制的。但是还要烧吗？稍微炙烧，这个跟外面吃的不一样，因为是全程在冷藏做的。这个是石雕，这熟了14天，活体挠脚。对，就是你不想看到的场面。大是这样。我想要看到，我是不想在我家看到。哦，这个是火烧干，这次刚好有。为什么没看过你影片里面有？我买到都很小尾，所以我只有拍短片。今天的会员是从事影视产业的，他拜托他老板的其中一个家让我们拍摄。这个地方有简单的厨房，有漂亮的中岛，处理起来很顺手方便。那个石雕的背肉跟下腹肉我分别做成2道菜，背肉我还是尽量切薄一点，我怕它有点硬。红瓜子一部分做生鱼片，一部分现场烫熟直接吃。这一点点的鳍边也要修掉。红瓜子的肉更硬，我今天带来的刀有点不太利，所以这里有一点压刀在切。会员也邀请了他老板加入这一顿饭，他老板是女明星哦，所以是到女明星的香龟做饭，很特殊的体验。这并不是我事先知道的，但我做这个企划的初衷本来就是找会员一起拍片，所以他想要呈现什么，想要说什么，想要在哪里，我都没有意见。可能是吸引力法则吧，我最近有一些跟别人合作的影片，而且都不是用我擅长的方式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因为 YouTuber 经常是在家闭门造车嘛，那有机会跟人家一起看别人的工作方式，感知他人的思考逻辑啊，能得到很多启发，但同时必须要一直挤压自己，做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克服紧张感，要同时煮饭啊，同时解说，同时整理，同时架机器看机位，感知合作方喜欢的画面或呈现方式，完成一个好的作品其实非常难，同时也非常过瘾。以素人之姿完成以前没想过的事，很有成就感。这个是腌制好的胯把，味噌要全部都冲洗掉。这个是石雕鱼皮跟鳍边肉，这是精华，放进浓的鱼汤，等一下跟米粉一起吃。来，这个是第一道菜。我最喜欢吃乌鱼子了。那个膜有的人不喜欢吃，但我个人很喜欢。膜还在，把它烤过以后啊，吃起来有那个烤鱿鱼的香味。很多人都会泡酒，因为它本身会有臭抽嘛。我在做的时候就泡过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泡酒。已经快要到茄子，他说这个叫拌茄子。它里面是糖心哦，怕你们不习惯。可以不要配那些东西，因为它不会咸。好，他们配那些东西是因为它很咸嘛，所以你想要冲一下。这水梨还苹果？苹果。我们特别去买一颗特别贵的苹果，平时吃那种大特价一包的那一种。可以吗？是不是那种黏滑的口感？对啊，是糖心的啊。对，糖心。它里面为什么是糖心的？我们只晒1天，但是你不晒的话，它那个独特的那种臭抽比出不来。它现在都不腥嘛，不然一般会比较腥。可是这阵子很流行吃糖心的。对，但是因为它就变成它要冷制，它不能晒。你怎么那么懂你呀？多看依赖哥的频道你就都懂了。因为如果不是糖心的话，你吃起来尾韵会有一点苦。但糖心的话，你吃起来尾韵是甜的。然后它外面那个膜还在嘛，所以你吃到后来外面膜一层在焦，就很像那个鱿鱼丝，有没有？对，所以觉得外面那个焦的东西，对，那个膜不要丢掉，很多人都会把它丢掉。溏心感，所有的海鲜都追求啊，比如说我们泡发那个鲍鱼，这我没吃过。然后好的蛋黄酥，中间那个蛋黄，可是之前都没有啊，是近这几年才，因为冷链嘛。就是你做这个的话，你成本很高，你要用电。以前传统的做法，你不用电啊，用太阳啊。对，有太阳就可以。有时候觉得蛮羡慕依赖哥，因为好多东西你应该羡慕我的老婆，他都不吃，然后你都可以吃。哦，你要羡慕我的老婆，她都不用做。其实有时候家里最好的厨师是男生，不见得是妈妈。有一些妈妈其实菜做的不好，当然不是我啦，我菜做的很好。我这个菜就变相的吹捧自己。你 follow 依赖，但是你没有 follow 我。我其实偶尔也是会做菜给我女儿吃。这个第一个是石雕，
中间这个是红瓜子，红瓜子石斑，这个是澎湖寄来的，冷藏寄来。有没有看到它那个白色的？这都是油脂。这个就算是血管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个只放了1天，昨天就买的。大家常吃的是红干，它是红干的亲戚，你可以吃看看，大概1/1000，就是不1000尾红干里面会有1尾。它的外观看起来很逊，为什么叫火烧？因为它外观破破烂烂，像被火烧过一样。这3种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吃过。这种鱼一般去握寿司店，他就给你1罐，这里有30罐的份。这个石雕啊是有点藻味的，你会吃出一个你不太习惯的味道的话，可以加一点 wasabi， 不然一般我是不加的。那如果你要吃比较接近外面的口感的话，第2个它的筋感就还在。因为熟成的话会让它的那个筋感会整个再更软，所以它会很软绵的感觉，很像海里捕了一条鱼出来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关系，不用硬讲。我们频道很多人吃完就然后店员说，那就下一个画面了。没有，不是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。他现在是很好奇，因为这个摆了14天哦，所以它反而是摆比较久，会它摆比较久，因为它如果不摆久的话，它的质地就跟这个差不多。哦，那就是反过来，所以我它比较软绵，越新鲜的肉越硬。哦，越硬，很硬。对，这是最软。做1天吗？因为肉的基底不同。你吃看看，你先吃看看。鱼肉也有各种基底的不同。这个湿鱼，这种湿鱼，它的口感就是这样，它特别软，它比一般的红干又更软。但这个也蛮像生鱼，但是你慢慢嚼，它的油脂后面会出来。你要熟成到14天，它不符合成本效益。熟成是什么意思？熟成就是什么工作？它有干式熟成、湿式熟成嘛。你摆在冰箱里摆14天，鱼不会坏？0到5度以内。我还没有去发那个以赖哥，是我今年榜上最常观看的频道之一。在讨论到那个时候，就觉得我讨论防弹少年团熟成的东西，它是一种韵味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，你会怕。然后它也不像鱼，它像，因为它太肥了，所以你吃起来那种油脂感跟你想象中的鱼。对，你在吃东西之前，你的脑子会先给你一个期待，因为你以前吃过，然后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脑子就会准备接收好，说好来吧，然后一吃进嘴里的时候，脑子发现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，脑子这时候就会混乱。对，可是你真的越吃越后面，你会觉得熟成过的这个叫做水拌生鱼片，这是韩式的吃法。这个菜为什么会红？防弹少年团里面有一个团员非常喜欢吃这个。谁？是我的命定吗？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但是你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我查。现在查，我绝对不是乱讲。那你说这个菜叫什么 ？OK？ 水拌生鱼片，标准韩式，标准韩式的 ，OK， 包含酱料的配方都是标准韩式。我刚刚才想起来，对，是同样的东西。他一来的时候，我就在看防弹少年。水拌，我刚刚想起来了，对，这个是防弹少年团最喜欢。然后防弹有一个人，对，反正有一个人真的有，对，有吧？对，不是我乱讲。大哥真的好吃，好吃吧？我从来没吃过。对，吃看看。他们这个通常会加面，细的那种，对，很细的白色的面。标准吃法上来是1碗汤，然后里面会有冰块。哦，对，里面要有冰块，然后里面要有面。我们是高中同学，那所以有人延毕很久，不然为什么会查残水？因为我那个国中毕业以后被关过然后晚了4年才去念，没有关过了，是真的晚了4年。为什么？我其实刚刚想说，国中要关4年，那应该是很重的罪了吧？我想说，应该至少要几条人命。因为国中通常判比较轻，我想国中还要关，然后其实我因为符合我这个外观，吓到我，知道吗？我想他又杀了鳖，然后又杀了鱼，然后我现在杀鱼，但我以前杀的不是。这个是吃熟的哦，然后这个是沾这个，我刚好里面就是这个，女生都喜欢那个味道，然后你感受一下它那个胶质。什么？用石斑吗？就刚刚那个油是在上面。这边。哦，好，那你多吃一点，你可以配这个酱料。
是真的很舍不得吃，你知道吗？那这还有啊，来，那你就把它倒完好不好？我说你要买哦，你要买。不是啊，陌生男人哎。我就跟你说，你不行的话，我就在找厨房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有外皮啊，就是我懂。我其实几乎不会让男生女生都。其实我还有想过要不要去我妈的菜园，但是我觉得露天的这样太可怕。露天其实蛮好。然后台北的菜园不多，还可以看到101的菜园不多。对啊。因为如果有人觉得鱼有点咸，因为我们没有饭，嗯我们就配萝卜泥一起。好，我的确是没有在吃饭，对，我吃的就是太棒了，没有在收钱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是有钱请不到的，没办法收，因为你一旦收了，你过去拒绝的那些所有老板就会跳出来。对啊，因为你接了 A， 那后面有 B、C、D、E， 有钱的人太多了。对，那你接不完，你怎么办？你的会员对，他说，那你为什么去他那个不来我这里？对啊，我比较 safe。而且老板会比较。对，那就是很麻烦。去拍国外耶。然后这个鱼，我们刚刚开始只放了一点点油，它越煎油会越多，因为这个鱼的油渗出来。这个鱼叫跨把，土托的亲戚。哦，土托鱼，好，土托对，我知道。比土托再贵一些。它的皮也可以吃。这一块是纯肉，它没有刺，你们就筷子从中间吐下去，它就1分为2。好，我们如果今天你影片里有我，找我在解释。因为我是沾怀德的光，我才能买。好歹那个抽到的名字是我嘛，对不对？这快要受不了了，我根本就觉得我是可以吗？味道可以吗？油脂感啊，没有人不喜欢的。配一点萝卜，因为旁边的地方比较薄，有点甜甜的。因为我腌过。对。如果你单纯只加盐下去腌，会硬。它因为脱水啊。没有，用糖一样脱水啊，但是用糖腌，它表面那一层不会硬。是哦。但如果只用盐下去腌，它一样脱水。最外面接触盐的那一层的肉会很硬。那所以你是糖跟我如果要和在一起，对，西式会腌那个鲑鱼。对。他们就是盐糖各半。哦，我以为只有盐跟胡椒。没有，一定要加糖，不然那个鱼肉就会很硬。所以这个加了大量的糖。因为味噌很咸嘛，味噌有分很多种这个用的是米味噌啊，吃起来配清酒很棒，因为它整个就透露了一股那种米糠的味道。对，它就是那就会配一点萝卜发酵的那种。时间越接近过年，它会游得越下来，它吃得越胖，然后能出海的天数越少，这2个条件就会造就了它越靠近冬天的时候质量越好，数量越少，价格越贵。所有的东西。它都有固定的供需关系，不是光靠炒就能炒起来。原来啊，什么没有事哦，都修掉，是你修掉的。对，精修。来的时候是怎么修？就修啊，就可以多看影片嘛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我的确我承认我不是忠实观众，是有天怀德跟我讲说，我告诉你，海鱼的刺它会比较粗，比较好。它这个鱼本来是4.5公斤，寄来的时候是4.5公斤，然后我们就慢慢精修，把骨头全部都弄掉。但是里面的刺怎么弄掉的？哦，尾段这一段是没有，你认它的那个鱼肚往尾巴的这一节。是没有中间的刺。鱼肚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是鱼肚往。你就吃鱼肚往尾巴的这一排是都没有刺的。是有一个的那个，你觉得不是？我帮你们切一下。好，就是比较容易吃的女士吃，没问题啊。那你的话就吃骨头多的，没有问题。OK， 下巴好吃。这是石雕的腹肉。这个是做幽庵烧腌制过的，烧焦是因为腌制的时候里面加糖。对，刚刚那个也是都加糖，所以它容易烧焦，因为有甜它就一定会。然后这一块的话，你吃的时候呢，这一半是没有刺的，刺在前端，它的刺全部都是长直的，然后都非常粗，就有点像在吃肋排。那个皮是一定要吃的，石雕的皮是很经典的。来试一下，还有萝卜，你这是我自己磨的哦。
手磨的，不太一样的咸味，对，不一样的味道。刚刚比较甜，这个幽安，这个就有一些坚果味。这个你要把它烫熟嘛，还吃得完吗？吃得完啊。如果我刚刚叫我前夫来，他不来，真的错过了。没有关系，他吃过很多好东西。对我们这个比不上专业厨师。你要确定你能一直播前夫吗？好的东西就是我，他错过了，我又错过了你，就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。讲得非常好。这段是可以播的吗？可以啊，播啊。热菜，米粉汤，如果不咸再加盐，好不好？好，吃香菜嘛，哈。那我就加了。都吃。耶，因为他不吃香菜。太棒！我香菜也跟我女儿吵过架，我女儿也说香菜很恶，我就说香菜很香。只要符合我太太的喜好，就是一般女孩子，我们都说都市丽人哦，就是生长在都市里面的漂亮的女孩子，她们的喜好。你好会夸太太。我就我指的是泛指像这样子的女性呢，她们的喜好呢，其实我都差不多。现在注意了，他真的认识很久。对，就高中到现在。高中，但是高中就有交往嘛，然后都没有分开。中间分开了1年，因为我去澳洲，然后就吵架。我那时候去澳洲也是吵架，然后就分手，就在拜拜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你在澳洲的时候啊，吵架分手的时候，你问每一个 backpacker，他们都是没心没肺。对，他们说。就跟他 ，Yeah， 对，Enjoy your life， 对 ，Enjoy the moment。你问每一个人，问说你应不应该回去台湾挽回这段恋情，没有一个人叫你回来，全世界都这样子，真的。没有啊，所以没有嘛？台湾人都会叫你复合。台湾也没有啊。他早上跟他老婆吵架，他晚上去夜店，人家也会跟他讲说 Enjoy the life， 喝一杯啦，不要再想了啦，今晚杯那么多。对啦，有关于感情的事情，一律建议分手。好吃嘛，真的好吃。对，感谢各方好朋友的雨。好，我给你看看我2026的写真年历。这个连我都想要哦。来翻一下。哇啊！因为谢谢你帮我，这个年历我缺一份呢。对，是真的年历，是真的年历。对，今年的你的 schedule 就是预约的。对，因为我今年的就是还没拿到嘛。他要送你海报跟明信片。这个是海报。这个是不是？这是明信片，然后海报，我们都有这样子。哇，对，是每一年我跟粉丝的互动，然后今年有出一个单曲。好，谢谢。YT 也可以听到啦。好啊。对，你们粉丝有想要吗？我可以送几份啊？要不然我独享你的大餐，然后我都不付出，这样怎么行？我可以送几份年历给你的粉丝当做。好啊，好啊。你看我还要自己出货年历的。没有，因为 CD 我难包啦，因为它会压坏，所以我送年历就好。因为是我自己寄，我很忙，不要再用那个泡棉纸了，拜托。还是你要帮我寄？我寄好了。你要寄吗？对，我们有很多泡会员的，我们有很多泡棉纸。这不用泡棉纸啊，包起来。被骂到，骂到一个。我们有一大堆泡棉纸。不是